这话倒是不假，他是真的有点头晕。这2天接二连三的喝酒，就是铁打的身子，铁打的胃，他也是难受的。蓝忘机悄悄地叹了口气，走到魏无羡的身边，把他扶了过来。等他坐到沙发上的时候，蓝忘机才开口说道：“我去给你煮些醒酒汤。”魏无羡2个人放松地躺在沙发上，一下子就抓住了蓝忘机想要离开的衣角，一双眼眸就这样看着他，蓦然就笑了：“煮什么醒酒汤？我又没醉。你明天早上会头痛不舒服，那就明天早上再说。”魏无羡说完就把蓝忘机拉了过来，他整个人放松地靠在蓝忘机的肩膀上，对着蓝忘机的肩膀吐气：“让我靠一会。”蓝忘机稳住心神，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，他不开口，魏无羡也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魏无羡没有按耐住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无趣？”声音还是很哑。蓝忘机道：“我本就是这样。”魏无羡眯着眼睛笑了笑，然后推开了蓝忘机说道：“我可不喜欢这样无趣的人，我先回房间了，你去煮醒酒汤吧，然后送到我房间吧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每次都是这样，魏无羡好像很喜欢给蓝忘机留背影，而且留的都是那种很决然的背影，似乎永远都不会回头看他一眼。日子还是一天天的过，蓝忘机的生活还是乏味无比，他出不去这个别墅，而且他有种预感，就算他出去了，他也会被抓回来。蓝曦臣看着镜头里越发安静的蓝忘机，心疼了一下，还是开口问道：“忘机，你在魏公子那里待着可好？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还是没吭声。蓝曦臣越发的愧疚，不该让你过去的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自愿的。”蓝曦臣叹了口气，语气温柔道：“公司已经稳定下来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蓝忘机又点了点头。2个人没有说多少句话，蓝忘机就把电话挂了。每天都是这样，蓝曦臣会抽出一些时间给蓝忘机打视频。魏无羡好像似乎从来都没有在乎过蓝忘机，只是缺少了一个床伴而已。但是魏无羡也没有把蓝忘机当作床伴，他向来对性事上这些事情没有很大的欲求，只是在一些生活琐事上面处处不上心罢了。蓝忘机除了每天早上给魏无羡做早饭，照顾他一些日常起居之外，什么事也没做，没事的话就坐在沙发上面看书，或者是等魏无羡下班。魏无羡现在每天都有应酬，一加班就加到多10点，而且每次回来，蓝忘机都已经抵挡不住困意，自己睡着了，等不到他回来。每次都是蓝忘机等魏无羡回家，但是又从来没有等到过。每次做好的饭菜都凉透了，也没人回来吃，每一次都会被蓝忘机完好无损的给倒掉。有些累，算了，就1年，就陪他1年，离开以后就再也不喜欢他了。这话也不知道蓝忘机是在安慰自己，还是在告诫自己。这样安静的生活总是会被打破的。魏无羡难得的生了气：“我说了，我不用你每天晚上等我回来，我不用你每天晚上给我做饭，我就让你乖乖的待在家里面就好了。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你今天是不是出去酒吧了？你身上都有酒气。”魏无羡难得的动了怒气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没有，我没去酒吧，我不能喝酒，而且就算我去哪儿了，你的电脑上面应该能看得到吧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去没去？就算电脑上能看到你，你难道就不会找一些死角偷偷溜出去吗？”蓝忘机还是摇头，一双浅色的眼睛毫无波澜说了：“我没去就是没去，不信算了。”魏无羡冷冷地嗯了一声，也不知道信还是没信，但是也不想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了。他说：“我不管你去没去，去也好，不去也罢，你做好别让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再好好算账。”他就是这样强势又冷漠，似乎不把所有的人放在心上。蓝忘机想摸摸他的脸，但还是没有下得去手。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魏无羡听到自己满意的答复，心里这才开心，就是占着蓝忘机的宠爱，他就是仗着蓝忘机不会拒绝他任何的事情，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。他甚至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想法，他有一种想把蓝忘机一直留在身边的想法。魏无羡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怒气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不服气？”蓝忘机整个人还是平淡的，和正在发火的魏无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“没有，你早点休息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行啊，
没有不服气最好。蓝忘机又不搭理魏无羡了。魏无羡笑了一声，朝着蓝忘机招了招手道：“过来。”蓝忘机老老实实的走了过去。魏无羡一把抓住蓝忘机的衣领，两个人的距离蓦然靠近，呼吸都缠在一起。蓝忘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，温热的唇印在了蓝忘机的唇角上，有些痒。魏无羡声音带着些蛊惑：“这一年里，你最好别妄想着逃离我。”两个人的关系就好像是僵住了一般。魏无羡还是每天上班工作有应酬，一天不回家；蓝忘机还是一天都待在家里，门都不出。最近魏无羡有个大客户要谈今天晚上的饭局，肯定是要去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现在忽然晚上想回家吃蓝忘机做的饭。他最近感觉胃口很不舒服，不想喝酒了，每天都不好好吃饭，确实挺伤身体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晚上的大客户这个单子肯定是要谈下来的，再去一次吧。果然一晚上下来，魏无羡肚子里面基本都是酒了，喝到最后，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胃痛。好不容易结束了饭局，魏无羡已经捂着自己的胃坐在位置上起不来了。桌子上的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魏无羡掏出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拨过去了蓝忘机的电话。属于蓝忘机的声音清冷好听，魏无羡笑了一声：“你来接我回去吧。”蓝忘机是知道魏无羡今天有饭局的，但是这是魏无羡第一次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接他回家。魏无羡笑道：“你接我回家吧，我酒喝多了，没办法开车。最近天越来越冷了，但是家里面很暖和。”蓝忘机想到这人早上出门穿的一件单薄的西装，还是妥协了。蓝忘机听到魏无羡说的话，眉眼间闪过一丝不知名的情绪：“接他回家吧。”这个话真好听。好，你在哪位置发我？魏无羡都开口了，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的。开车慢点啊。蓝忘机自己是有车的，只不过他现在一直都不出门，车在车库里面都落灰了。开了导航不到20分钟就找到了魏无羡在哪。等他走过去，发现饭桌上面已经没有人了，只有魏无羡一个人在沙发上面靠着，一只手还捂着自己的胃，脸色不太好。蓝忘机过去问道：“胃不舒服？”魏无羡睁开眼睛，他额头上有一层汗，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包厢里面热的。蓝忘机把他扶起来，说道：“回家吧，家里有药。”魏无羡今天晚上确实是喝得多了，再加上胃疼，脑子都有点晕乎，反应不过来。但是他看见了蓝忘机，蓝忘机真的过来接他了，第一次。他朝着蓝忘机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：“我原本今天想回去吃你做的饭呢。”这个笑不是往常冷冷的笑，是发自内心的笑。他喝多了，就不小心给蓝忘机露出了自己脆弱的一面。蓝忘机一愣，可惜这个饭局又推不掉，就很烦。